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中医问诊之问头身胸腹不适。头身胸腹不适是指问头身胸腹部除疼痛之外，其他不适和异常的情况。比如问头昏、胸闷、心悸、胁胀、顽皮、腹胀、身重、麻木、阳痿、遗精等等。由于此章节的各个症状涉及到中医内科各系统的疾病，比如呼吸系统、心脑血管系统、消化系统、泌尿生殖系统等等，内容较为复杂，因此本节具体的内容将在中医内科学中去详细的学习。在中医诊断课程中，我们只做简要介绍。首先，第一个症状就是问头晕。头晕是指患者自觉头脑有晕眩之感，轻者闭目自止，重者感觉自身或眼前的景物旋转不能站立的症状。头晕的病变部位主要与肝、脾、肾和气血有关。如果头晕而胀、烦躁易怒、舌红、脉弦数，这是由于肝火上炎所导致的。如果头晕胀痛、耳鸣、腰膝酸软、舌红少苔、脉弦细，而且这种头晕胀痛通常与恼怒加剧有关，则是由于肝阳亢逆、上扰清窍所引起的病变。如果头晕而面白、神疲体倦、舌淡、脉细，这种头晕常因劳累而加重，这是由于气血亏虚所引起的病变。如果头晕而沉重，如雾蒙裹、胸闷、恶心呕吐、舌苔白腻，这是痰浊内阻所引起的病变。如果外伤后引起的头晕刺痛，这是淤血引起的病变。第二个症状就是问胸闷。胸闷是指的病人自觉胸部痞塞满闷的感觉，它的病变部位主要是在心肺。如果胸闷胁胀，这是肝气郁结所引起的病变；如果胸闷气短，这是心气不足引起的病变；如果胸闷刺痛，这是心血瘀阻引起的病变；而胸闷痰多，就是痰浊阻肺引起的病变。第三个症状就是问心悸。心悸是指患者经常自觉心跳、心慌、悸动不安，甚至不能自主的症状。它的病变部位主要是在心以及心神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指的大脑的部位。心悸可以包括惊悸和震冲，震冲是惊悸进一步发展的结果。心悸的主要原因有心胆气虚、突受惊吓、胆郁痰扰、心神不安，或者心阳气虚、鼓动乏力、心阴血虚、心神失养、脉络闭阻、血行不畅、脾肾阳虚、水气凌心等。下面就心悸、惊悸、震冲的关系和区别，我们简要讲述一下。惊悸和震冲均属心悸，是指病人心跳悸动不安、不能自主的症状。惊悸是心悸而惊、恐惧不安的症状，多时发时止，全身的情况比较好，病情比较轻。而震冲是指的心跳剧烈，自觉上至心胸，下至脐腹，悸动不安，持续时间较长，全身情况较差，病情比较重的一种表现。第四个症状就是问胁胀。胁胀是指自觉胁的一侧或两侧有胀满不舒的症状。问诊时要注意问胀满的疼痛以及坚症。胁胀也是与肝胆病变有关。如果胁胀、易怒、脉弦，就是肝气郁结的表现。胁胀口苦、舌苔黄腻，这是与肝胆湿热有关。胁胀、
肋间胀满、磕头隐痛，这是隐贴胸胁的表现。第5个症状就是问脘痞。脘痞是指自觉胃脘部胀满不舒的症状，又称为胃胀，它与脾胃病变有关。如果脘痞胀满不舒而伴有爱腹吞酸，这是因为吃多了引起的饮食极滞，损伤脾胃引起的病变。如果脘痞而食少便溏者，这是由于脾胃虚弱引起的病变。如果顽皮而饥不欲食、干呕，这是胃阴亏虚引起的病变；如果顽皮同时伴有纳呆、恶心、呕吐、胎痢，这是湿邪困脾引起的病变；如果顽皮胃脘有正水声，这是隐停胃脘的病变。第6个症状就是问腹胀。腹胀是指自觉腹部胀满、痞塞不通、如无支撑的症状。如果腹胀巨暗，通常是实症，它与胃肠食积或者是食热内结、阻塞气机有关。如果腹胀喜暗，多属于虚症，这是由于脾胃虚弱，是于健运所导致的。第7个症状就是问身重。身重是指自觉身体沉重、酸困的症状，它与脾肺病变有关。如果身重顽痞、胎痢，这是湿困脾阳引起的病变；如果身重伴有全身浮肿，这是水湿泛于肌肤的病变；如果身重特别想睡觉、嗜睡，全身疲乏，这是脾气虚所引起的病变。热病后期也会见到身重乏力，这是邪热耗伤气阴所引起的病变。第8个症状就是问麻木。麻木是指的肌肤感觉减退甚至消失的症状。麻木通常由于气血亏虚、风寒入络、肝风内动、风痰阻络，或者是湿痰、淤血阻络、肌肤经脉失阳所导致的病变。第9个症状就是问阳痿。阳痿是指的病人阴茎不能勃起，或勃起不坚，或坚而不能持久，不能进行性交的症状。阳痿不是病人的不适症状，而是性功能低下的表现。如果阳痿伴有腰膝酸软、畏寒肢冷，这是肾阳虚的表现。如果阳痿伴有心悸失眠、纳呆腹胀，这是思虑过度、劳伤心脾的表现。如果阳痿伴有情志抑郁、烦躁易怒，这是肝气郁结的表现。如果阳痿伴有肢体困重、胎黄腻，这是湿热下注引起的病变。如果突然受到惊恐之后引起的阳痿，这是惊恐伤肾、肾虚所引起的病变。最后一个症状就是问遗精。遗精是指病人不性交而精液遗泄的症状。清醒时的精液流出谓之为滑精，梦中性交而遗精，则称之为梦遗。如果梦遗伴有失眠多梦、腰膝酸软、全红潮热，这是肾阴亏损、阴虚火旺的病症。如果梦遗伴有过劳则肾、心悸、失眠、纳呆、腹胀者，这是心脾两虚的病症。如果梦遗平坐，身则滑精、腰膝酸软、面白、头晕、耳鸣，这是肾气亏虚、精光不顾的表现。如果遗精伴有小便浑赤，这是由于湿热下注扰动经室所引起的病变。以上是中医问诊之问头身胸腹不适的内容，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